2年的修行，鹰眼教会了索隆很多东西，其中有一点让索隆受益匪浅：将武装色装备在刀上，无论怎么砍，刀子都不会断裂。身为剑士，哪怕让刀出现一点裂痕都是耻辱，每一把刀都可以成为黑刀。索隆看了看手中砍完了皮卡的秋水，果然亮如新刀一般，一点裂痕都没有，得意的一笑，徒手爬上高地去接应乌索普。高地上的百姓们看到索隆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能一刀斩了那种巨型石像，简直堪称绝技。索隆面对众人的掌声和欢呼声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打败皮卡仅仅是完成了一小步，只要多弗朗明哥和他的鸟笼在，这个国家就不得安宁。同一时间，小人族将寺庙工厂也一并摧毁。托雷波尔见状，仿佛像一个痴呆一样，哈哈大笑。他以为被干掉的干部们很快就会复活，工厂也会复原，因为唐吉诃德家族手中握着一个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治愈果实能力者小人族曼雪莉。然而托雷波尔想不到的是，雷欧早已经背着曼雪莉跑出了好远。王宫城内，贝拉米和路飞的决斗还在继续，其实根本算不上决斗，只是贝拉米在单方面的耍猴而已。路飞也不屑，也不想对他这种弱鸡出手。贝拉米坚定地认为，如果自己打败路飞，总会感动明哥的，至少自己死了能够让明哥对自己缅怀一番。路飞对贝拉米的愚蠢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大吼一声：“你这是白白送命！”2年前的贝拉米嚣张又愚蠢，2年过去了，现实磨平了贝拉米的棱角，他变了，他终于不再嚣张，只剩下愚蠢了。贝拉米喊道：“如果你再不出拳，我就杀了你！”贝拉米全力弹开路飞，路飞实在看不下去贝拉米这种愚蠢的自杀行为，一拳将他放倒，对2年前的自己做了一个致敬。罗与明哥大战中，身受重伤的罗同时迎战托雷波尔和明哥2人，打得简直不要太艰难。明哥一句话就指出了关键所在：你小子连我一个人都打不过，还敢挑战我们2人？别指望草帽了，他是没那么快上来救你的。明哥提着枪走到罗面前，笑呵呵地提出一个交易：反正你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死之前用手术果实的能力让我得到永生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答应你任何的条件。罗顿了一下，突然嘿嘿一笑：好啊，我答应你，那就让克拉松先生马上复活，然后你去将所有国民的屁股舔干净。明哥脸色大变，看来你小子真的是活腻了。罗继续笑道：搞不清楚状况的是你，多弗朗明哥，你是打不过草帽的，而且你也根本无法从他那里夺回凯撒。作为独裁者，明哥最讨厌别人说他不行，他愤怒了，举起手枪将罗放倒。这时明哥才发现，罗衣服的背部印着克拉松的名字，而罗的海贼团叫做红心海贼团。这小子为了复仇苟活到现在，克拉松到底对他有多大的魔力？明哥一枪又一枪将子弹全部打光之后，还在不停地扣动扳机。罗已经躺在了一片血泊之中，没有了知觉。只有干掉罗，克拉松对明哥的诅咒才算解除。明哥再也不用忍受克拉松的梦魇了。泽罗兰将战况实时的报告给利库王。唐吉诃德家族只剩下2个战斗力，多弗朗明哥和托雷波尔，而迎战2人的罗已经倒地不起，现在已经只剩下路飞一人。索罗很想帮路飞，但是导演不让，只好作罢。明哥干掉了罗，转过身准备施展下一步计划。这时候王宫城内传出来一声咆哮，路飞从王宫城内跳出来，吹了一个3档的手臂气球，一招象枪砸了下来。明哥不慌不忙地用出蜘蛛之潮，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从明哥的手中张开，挡住了路飞的攻击。烟尘之中，一道白线卷了起来，慌浪白线，白线如同浪花一般袭向路飞。路飞向后跳过去，躲开明哥的攻击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路飞低头一看，这才看到自己脚下的鲜血以及躺在血泊之中的罗。明哥嘲讽道：这小子已经不行了。他说他相信你身上会有奇迹发生，可是我可没感觉你有多强。路飞十分恼火，冲向托雷波尔和明哥就是一招橡胶战斧。托雷波尔跳到一边，明哥则用弹线将路飞打落下来。路飞将力量集中在腿部，将双腿转化成如同贝拉米的弹簧腿一样的状态，用出全身的力气弹向明哥。明哥用双层蜘蛛网将路飞的技能轻松拦下来。路飞愤怒不已，突然躺在地上的罗说话：我没死，我有个作战计划，草帽当家的。利库王带着国民们爬下高地，偶然间注意到空气中有细微的切割声音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利库王一下子就想到，看来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。鸟笼正在收缩，向内部慢慢移动。线线组成的鸟笼就像是锋利的刀刃一样，将整个大地切出一道道细细的痕迹。看着一栋接着一栋倒塌的建筑，街上的国民们发出惨叫声，全国上下陷入恐慌之中。鸟笼将整个国家切开，差不多只需要1个小时而已。而在那之前，无论逃到哪里都没有用，这就是多弗朗明哥的最终目的。既然自己已经无法全身而退，那就大家一起死吧。反正知道了他秘密的人都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国家，无论是动物、人、海军还是草帽团的人都要死，就连你也要死，就像罗一样。草帽。路飞一看，这家伙也太嚣张了。
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知道我王路飞姓什么。路飞大吼一声，冲向明哥。明哥用五色线、弹线、降无赖线能用的招式全部用了一遍，被路飞一一扛了下来。路飞一个猛冲来到明哥面前，去死吧草帽，给罗陪葬，屠宰场。罗一个置换瞬移，将自己和路飞调换位置。明哥一愣，突然大惊失色：“你小子居然没死！要死的人是你，多弗朗明哥！”罗的手中握着一个散发绿光的某种物体，直接捅进了明哥的手里。加马刀，这把手术刀可以在不留下外伤的情况下，从身体内部破坏明哥的内脏，让他长期痛苦而死。明哥一声惨叫，一口老血从嘴里喷了出来。为什么这小子中了这么多枪还能不死，而且在没有开启入目的情况下发动屠宰场？原来罗在中了明哥第一枪的时候，就已经用屠宰场将自己和一个守卫杂兵替换掉了。守卫替罗挡了一堆子弹，在明哥攻击路飞的时候，罗又将自己换了回来，用很小的声音和路飞说了作战计划。为了随时随地的偷袭明哥，罗早就在战斗开始的时候用一个巨大的入目将整个国家包裹了起来，而这一招需要消耗掉罗很多寿命。罗打算极限1换1，用加马刀直接将明哥干掉。毕竟谁也无法从身体内部进行防御，没有人可以扛住加马刀。明哥一边吐血，一边将罗的脑袋死死抓住，然后伸出一个手指：“臭小子，你也给我去死！”路飞从罗的身后跳出来，直接用喷气印章踹中了明哥的肚子，将明哥踹飞出去。明哥仰面倒地，看上去似乎是失去了知觉。罗艰难地挪动身体，来到多弗朗明哥面前。一想起死去的克拉松，罗的内心中就会燃起熊熊的仇恨之火。唯有亲自手刃了明哥，才能让罗痛快地出一口恶气。作为医生，罗十分相信自己加马刀的能力，这一招绝对可以让明哥死得透心凉，而且备受折磨。明哥痛苦地喘着粗气，时不时地呕出鲜血。托雷波尔跳出来企图阻止罗，被路飞从旁边一脚踢倒在地。明哥痛苦地挣扎一番，突然发出尖笑。对我来说，克拉松就是碍眼的存在，相信无聊的正义，流露无聊的感情，真是个无能的男人。罗心头火焰再次燃起，一招心脉休克狠狠击中了明哥的胸口。这一招用完，罗的极限也到了，眼前一片模糊。罗退后几步，躺在地上，再也无力继续攻击了。不过多弗朗明哥也差不多该咽气了吧？但让罗死也想不到的是，连续中了自己2发大招的多弗朗明哥，居然慢慢悠悠地站起身来。3米多的身影，此时感觉如此的巨大，遮天蔽日，如同一道乌云一样。这家伙难不成是不死之身？明哥嘿嘿笑了笑，解开了罗心中的谜团。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对自己进行应急处理。现在我身体内的线正在对内脏进行修补工作，恶魔果实到底强不强，要看怎么使用了。托雷波尔突然出手，将路飞抓起来后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明哥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到了罗的面前，让我送你上路吧，罗。明哥抬起自己的脚，对准罗的脑袋踩了下去。罗绝望地大喊一声，路飞以光速赶过来，将明哥拦了下来。两股看不见的气魄对撞在一起，霸王色的对撞让托雷波尔大惊失色。没想到草帽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小子也拥有霸王色，两人的霸王色迸发出的力量震撼整个德雷斯罗萨，甚至将高地的石块都崩飞出去。托雷波尔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凭草帽你这个小子是打不过多弗朗明哥的，多弗朗明哥才是被上天选中的人，那又怎么样？路飞大吼一声，一脚破了明哥的霸王色，接着翻身跳过去，跳到多弗朗明哥的正上方之后，一拳捶了下来。明哥躲开路飞的攻击，路飞紧跟着追了上去，二人拳脚相加，爆发近身的格斗。路飞使出一招旋转陀螺，直接一脚踢中明哥的胸口，明哥再次口吐鲜血。路飞趁着这股力量，一拳接着一拳狠揍明哥。明哥被打得蓄满怒气值，冲到路飞身边，踢出自己的大长腿，将路飞踢倒。托雷波尔趁机在下面助攻，用大鼻涕将路飞死死粘住。路飞转身用武装色狠揍托雷波尔，然而却什么用都没有。明明武装色可以打中自然系，居然对托雷波尔没用。难道这家伙不是自然系能力者？罗大叫着让路飞停手，与这帮乌合之众动手，的确是白费力气。自己之前之所以拒绝唐吉诃德家族红心的位置，就是不想与这帮白痴一伙。白痴！托雷波尔怒了，上前一步推开多弗朗明哥，打算亲自处刑罗。一直以来，多弗朗明哥与家族最高干部都是处于平等关系，因为最高干部是奠定了唐吉诃德家族的基石，也是帮助了多弗朗明哥走上王者之位的左右手。说通俗一点，就是包括维尔哥在内的4大最高干部唤醒了明哥心中的仇恨，把明哥带上了邪道。在明哥小时候被普通百姓追杀的时候，明哥无意间爆发出了霸王色霸气，被托雷波尔等人相中。他们带给明哥可以复仇的力量现果实，以及可以复仇的武器手枪，然后一点点的帮助明哥建立了黑帮组织。有人欺负明哥杀，有人不服明哥杀。明哥看中了哪里的地盘，他们立刻动手抢过来。明哥在路上摔了一跤，他们就可以为了明哥报仇，烧毁整个城镇。邪恶在鲜血和尸体的滋养下迅速增长。唐吉诃德家族在这些干部的运作下，很快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暴力组织。
托雷波尔等人拥护着明哥重现了他作为天龙人士的特权，所有人见到他都要行跪拜礼，总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大海上的王者。罗鄙视地说道：“明哥如果成为了海上王者，你们这群家伙就全是垫脚石，什么狗屁家人，你们都只不过是明哥实现野心的一部分而已。”胡说！托雷波尔不知道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刺激，十分气愤地冲向罗，出手要将罗亲手干掉。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误入了罗的入目之中。指挥棒，罗将自己的断臂召唤过来，断臂拿着鬼哭从托雷波尔的中段一刀刺进去，由上至下将托雷波尔的身体划开。托雷波尔一声惨叫，身体飙出血来，身上厚厚的粘液随即如融化般退了下去，露出了一副骨瘦如柴的躯体。托雷波尔确实不是自然系能力者，之所以路飞打不到他，是因为托雷波尔的本体太过瘦小，路飞打中的只是他用来掩盖身躯的粘液而已。托雷波尔被罗这一刀砍成重伤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弥留之际，托雷波尔用手杖中的火焰引燃了自己的粘液，打算和路飞同归于尽。一声巨响，王宫上层燃起大火。万幸的是，路飞抱着罗从火焰中冲了出来，明哥紧随其后，只有托雷波尔倒在火中，已经凉透了。路飞将罗从高地抛下去，罗宾在下面准确无误地接住了罗。明哥从空中瞄准罗，射出一大串的弹线。卡文迪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挡在罗宾面前，用自己的宝剑扛下明哥的攻击。卡文迪许大叫一声：“草帽，你小子还没解决完吗？老子也想给明哥一刀！”路飞大声回应：“带着大家离开，拜托你了。”卡文迪许一愣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信赖？草帽是我的粉丝，粉丝的要求不能拒绝。罗挣扎着抓住卡文迪许的衣服，请求他将自己留下来。毕竟自己这13年来就是为了干掉明哥而苟活的，现在自己能做的都做了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路飞的身上。他要亲眼见证明哥倒下的那一刻，就算是路飞输了，自己也要与路飞一同被杀。卡文迪许看着罗坚毅的目光，被深深打动，于是将罗留在了花田，自己随即也坐了下来，陪着罗一起观看路飞和明哥最后的厮杀。卡文迪许缓缓对罗说道：“就算你要死，也要死在我的后面。”城镇中，明哥的鸟笼范围越来越小，国民们快要无处可躲了。想阻止鸟笼，只有干掉明哥。路飞现在已经是强攻之奴，如果要打败明哥，除非路飞还有什么秘密招式。不过相对应的，明哥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被罗用了多次大招攻击，多多少少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。二人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2年前，路飞作为一个新闻不断的新人海贼，成功从一个无名小卒成为引起明哥注意的焦点人物。没想到2年后居然会在德雷斯罗萨与明哥来一场生死战。明哥数十年积累起的家业，被这个曾经还只是小喽啰的海贼毁于一旦。明哥怎么想怎么憋气。路飞和明哥互殴拳脚，厮杀一起。明哥已经是果实能力觉醒者，他可以轻易影响周围的事物，让周围的事物随着自己的意愿变成线进行攻击。路飞避开了明哥的荒浪白线，用2档给了明哥一拳，明哥轻松扛下。路飞再用出3档灰熊冲，还是没有伤到明哥。路飞已经无计可施了，他所有能用的招式都已经用完了，明哥还是活蹦乱跳。时间不等人，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鸟笼就要闭合了。全国的民众此时就像是吃鸡战场一样，拼命的向城中心跑去，尽可能的远离鸟笼。不过迟早会有人会被鸟笼撕开身体，要么是卧床不起的老人，要么就是街上的某个男人、女人、小孩，谁会是第一个牺牲者呢？明哥嘿嘿一笑，再过30分钟就会出现牺牲者，40分钟以后悲鸣声会陆续响起，50分钟以后整个国家就会像是捏碎的番茄一样被鲜血染红，1个小时后将再也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死的！路飞大吼一声。此时此刻，在众粉丝的强烈要求下，路飞终于使出了自己的新招式，这就是路飞历时2年开发出来的新档位4档。我是剑夫君，咱们下期见。